会啊。那这本书其实是一本非常畅销的书啊。即使到现在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无论是基督新教或者是天主教会都有人在带这本书。那我知道天主教有些医院在带 CPE 的时候呢，也有用这本书哈。所以代表这本书这个在整个基督宗教里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现在是新的这一版是第二版啊。它光第一版我记得就有二十几刷啊。到第二版现在重新改了第二版。第二版我相信还会继续的流传下去。那我们读到最后的这一个部分，呃，我想有一句话，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呢，跟大家说，就是呃，我们读这本书，或者是说我们要长大成人，实际上，借着这一本书是为了要自由的在耶稣基督内，然后活在天主的面前。所以这本书实际上最终的目标要带领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内面向天主，然后成为一位自由的人。所以读完这本书呢，并不是终止它只是进入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一个起点啊。或者是说，他可能也不是好像读完这本书，或是我们活成这本书的样子，才能够进入耶稣基督的恩典，不是，也不是这个意思。它不是一个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概念，它是同步并进，它可以同步并进的做。但是目标上面，终极的目标并不是一种在人性的成长上面作为终点，而是在活泼的神性生命作为我们的最终项。所以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帮助我们进入真实的灵修生活。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我们如何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天主啊。我曾经跟我的女儿说，以前你的信仰是父母给你的啊。那当她碰到挫折的时候，我说现在是你开始要寻找你自己的天主的时候啊。所以我们也同样的，我们应该是借着这本书帮助我们在走出过去长不大的孩子的情况，能够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问题，然后我们能够学习操练。在第16章我们会看到操练的一些方法、一些建议，然后我们能够借着操练能够活成一个自由的人，然后我们能够很自由的去活在天主的面前。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好，那我们就来看第15章，当我们没有长大的时候，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啊？首先克劳德给我们了22个症状啊。这22个症状让我们能够知道到底我们无法长大表现在哪些方面啊。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看了以后呢，都会清楚多多少少我们都有一些啊。即使是圣人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也常常面对这些问题。所以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完全没有这些问题啊，只是说这些问题并不阻碍我们过一个在天主内的生活。所以我们真正是要在这些我们不成熟的的部分不阻碍我们度一个在天主内的生命，这才是我认为的最重要的目标。好，那当然后来他谈到扭曲的思想，他又
他又举出非常多的谎言啊，这些思想的谎言啊，然后最后第16章他给我们一些指引，我们如何学习长大的17个技巧啊。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我们没有办法长大的症状啊。首先第一个其实就是过度需要认可啊。一个无法自我肯定的人，往往都会需要别人认可我，才会觉得我自己做得好啊，或是做得正确啊。那通常这样的人呢，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过度的受父母的影响，因为父母可能不让他们自己决定该做什么，或者是怎么做。所以父母往往在他成长过程当中扮演一个法官的角色，决定他们做得好或做得不好啊。所以呢，他们也没有机会自己肯定自己啊。克劳德说，有些人不觉得自己好，一直要等到别人说他们好，他们才觉得好啊。要权威人士说好才算好，否则他们就不会觉得好。而且呢，权威人士一说好，他的整个自我形象就都改变了啊，所以他就活在权威人士的肯定之下。这个权威人士可能是父母，可能是师长，可能是他的同才的朋友，可能是他的长上。所以他就凡事需要别人认可，他才能够自己肯定自己啊。那我们这个我们华人在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很少有这种自我认识、自我肯定、自我实现、自我完成的这样的一种训练啊，也没有在青少年的时候就教导我们怎么样学会同理心，怎么样学会认识自己、认识别人啊，怎么样学会沟通跟交谈。所以我们就常常只有活在父母的阴影下或者影响下啊。当然有很好的父母，但是也有不会做父母的父母啊。所以我自己其实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因为曾经跟我的干爹独自生活啊，有大概小学4年级的时候开始有4年的时间，所以我一度也活在他的这个阴影下面啊。但是蛮庆幸的是，我到念专科的时候，我参加了社团，而且这个社团是一个嗯，跟人接触的社团，服务的社团，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心理学的训练啊，所以帮助我走出来。那我从一个非常非常害怕，需要别人认同，需要别人关心，需要别人看见啊的这种很脆弱的自我形象，到慢慢能够接受自己，然后肯定自己啊，然后表现自己。那个是一个需要学习的过程啊，而且需要还有一个阶段是训练信赖别人、信赖伙伴啊。所以这些其实这个训练我知道不是很少人会有啊，所以但是我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呃，所以我们很多人需要到呃都已经身体长大的时候，才来学习心灵如何长大啊。所以这个部分虽然虽然是能够很早的时候就学习是很好，但是没有机会很没有机会在那么早的时候学习，当然也不是说不可能改变，是可以改变的。好，所以呃，我们现在这22个问题，其实我们多少都还是有一些啊。
好，第一个就是这个过度的需要认可啊，第二个其实就是恐惧别人不赞同啊。事实上，你一个过度需要认可的人，他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会害怕被否定啊。所以当有权威人士在场的时候呢，他常常表现得非常的怯懦，不敢发言，不敢表现自己，会躲在角落里，想说最好不要被人家发现啊。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在一个其实就像我们现在在线上读书会的当中啊，我记得几年前我开始这个读书会的时候，很多人会害怕被要分享啊。同样，我在一个实体的这个读经班的当中，也是有人呃知道我不会点他说话，所以他就来啊。一旦知道我要点名叫大家发言的时候，就不敢来了哈。所以其实某一个程度，其实都是有一点点这些阴影的影响啊。那如果非得他们上场呢，他们就会因为恐惧别人不赞同他的意见，所以他的表现呢就会打折扣啊，因为他表现不出来自信啊。那这两项呢，过度需要认可跟恐惧不不被别人赞同呢，其实都跟完美主义有关系。这个完美主义实际上有可能是父母的完美主义影响他，也使得他也对自己和对别人要求完美。那他又知道自己达不到，所以他就表现得很怯懦，不敢表现自己，因为他害怕露出缺陷，被别人讥笑啊，或丢面子啊。所以他们就需要学习拥有赞同与不赞同的权柄，他们需要学习挑战权威啊。第三个其实就是会产生罪恶感啊，因为一旦害怕被否定，就容易活在这个权柄的权威下面，他会对达不到要求而有罪恶感啊。那没有长大的人呢，就会因为罪恶感而裹足不前。他会猜别人为什么这么久都不回讯息，是不是自己做错了？是不是自己干扰了别人？是不是反正有一堆的猜测，就是因为得不到讯息，或者说，哎，他是不是故意要躲我啊？他也会因为今天和别人打招呼，哎，怎么别人没有像往常一样热情啊？是不是他不喜欢我了？所以他就会感到自己是不是得罪对方了啊？所以他就会东想西想。那有罪恶感呢，往往也会根据现象来判断，而不是进行一种事实的核对。比方讲刚刚讲的，哎，别人可能只是还在想，正在想一个事情，所以他看到你就是简单打个招呼，他就继续的在想他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没有跟他核对，没有在这个找机会再跟他聊天，你就会一直以为大概是他不喜欢你，所以常常会因为现象去猜测啊，那也会根据自我的形象，而不是根据行为的后果啊。有时候他就自己觉得自己很不好啊，所以他也不会按照这个真正做出来的结果如何来做一个评断啊，他只是从自己的形象来看一切。所以克劳德就说呢，有些没有长大的人啊，他也会为了一些什么账单啦、截止日期啦、功课啦、任务啊，觉得有压力，所以他们会一直想着达不到，或者想着日期快到了，那就想说达不到，那就停在这里啊，就完全不动啊。事实上他没有办法想说我做多少算多少，因为他觉得要完美，他不能他有缺陷就是不好啊，所以他觉得达不到完美就是等于零啊，实际上不是的。呃，所以哪怕有一点点的时间做一点点，都比原来没有做好啊。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办法根据自己有限的时间所做的一点点去肯定自己的进步啊，所以他就会越来越产生一种罪恶感啊，觉得
自己就是不行，自己就是很糟糕、很差劲啊。哎，对不起。第四个是克劳德指出，畏惧权威的人呢，也常会遇到性的挣扎啊，他们还没有走过青少年的这个反叛期啊，没有和父母意见不同的经验，所以他没有办法克服罪恶感。所以呢，在性方面呢，就是一种禁忌，他们也不敢谈啊，所以受到压抑，性行为表现呢不佳，就会产生这种焦虑啊。那呃，这个因为我碰到的对象呢比较少谈到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克劳德在书上所说的呢，其实我并没有太多的理解因为他的例子我也没有办法，我这一部分我就没有那么懂因为我碰到的案例就比较没有这方面的案例，也许各位有一些人有经验啊。第五个就是害怕失败这个跟第二点恐惧被否定害怕被否定是相似的因为被否定其实就是等同于失败所以他们往往就需要别人认可，所以也害怕自己的行为被论断那克劳德就说，这样的人呢，他们被一个受规条捆绑的良心所否定所以他就活在父母的权势跟阴影下，他的脑袋里面有很多规则，有很多的道理，他必须守啊，不守他就是一种失败，就是一种罪恶。那事实上，他们需要在基督的恩典当中肯定自己已经被基督认可了，而不需要别人来认可啊。而且肯定这个真理是确实有效的。什么真理呢？就是你们不判断就不被判断所以当他们能够在基督内不判断自己，事实上他就不被判断。他如果能够抓住这个真理的确实性，他不要有一个受规条捆绑的良心在判断自己，他就不被判断。他能够抓住这个真理的话呢，他其实可以慢慢走出来啊。所以凡是在基督内能够享受这个恩典跟真理的自由第二个是讲需要准许那这个准许跟前面说需要被认可有什么差别呢？事实上有一点点差距，因为认可是在于你做完的行为以后，从结果的好坏你需要别人认可，但是准许是在你还没有做之前，你就觉得需要别人准许你才敢去做所以连做的机会都没有往往都是在成长过程当中呢，就是你乱做，或者是你自己决定要做，结果就被父母责备，所以一定要父母允许你才能够做所以他就养成内心仍然受父母的权柄来管辖。这样的人呢，其实不敢去挑战规定的界限所以一个不需要别人准许就很自由的去做任何事情的人，他其实知道有规定，但是他会尝试的去看这个规定最大的极限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会尝试的不要按规定上面的字面去解读啊，而是从字面所代表的一种背后的意义，他去重新定义，然后依据个别的情况去实践它所以他不会被这个规定的字面所限制。那受到这种规条限制的人呢，他其实分不清楚规定背后的原则是什么，所以他没有办法举一反三。比方讲，有这方面问题的人呢，比方讲在弥撒当中某些时候我们是需要站，有时候是需要跪，对不对？如果他碰到一个朋友，他第一次来参加弥撒的人事实上他就不知道说这个站跟跪它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他就觉得这个规条就是要这样守。事实上他实际上可以知道说，
一个刚来弥撒的人，他其实不需要做这么多的动作，他其实安安静静让他坐着，体会在弥撒当中天主的临在就可以了。如果站跟跪并不帮助我们朝拜天主，那站跟跪其实是一种阻碍哈。所以我们要了解每一个规定的背后啊，真正要帮助我们什么啊？等一下，第七个是被权柄捆绑。被权柄捆绑的人呢，其实害怕创新，害怕改变。一旦有新的做法呢，往往就会持负面态度。我们常常会听到他说：“哪有人这样啊？啊，你不可以这样啊，或者行不通啊，这怎么可能啊？”所以要不然他就说：“哎呀，这个一定会失败了啊。”所以他常常会明明还没有发生的结果呢，他会先用负面去决定那个结果啊。这样的人呢，其实都是小时候，往往都是小时候父母说的每一件事情，他就像机器人一样去执行它啊。一旦不按照这个指令去做呢，就会被骂啊。所以这个到很大的时候都会还是一个小孩子哈。第8个是自卑感。一个人常在权柄下度日的人呢，受到权柄的贬损，他就会产生自卑感，特别是受到父母的贬损，容易导致孩子产生自卑，觉得别人永远比自己好，比自己强啊。特别是华人的父母啊，很喜欢把别家的孩子拿来跟自己家的孩子比较。你看隔壁的你的那个同学这么听话，你看别人成绩这么好，你考了这个什么成绩啊？你看别人都可以这样子，你为什么不可以啊？所以呢，他就觉得在父母面前没有一项是好的啊，没有一项可以拿得出来的啊。那事实上，它会产生2种结果。第一种结果就是第9项的竞争心态。一个自卑感强烈的人，他有时候表现出另外一方面的强势，就是因为他受到父母的看不起，所以他就为了不让人看不起，他就表现出很强的竞争心态。其实好要让父母来肯定他。我也曾经碰过一个家长的孩子啊，他就天天想要调皮捣蛋，父母说什么越不能做，他就越要去做啊。他实际上想要得父母的目光啊。所以有时候就表现在兄弟姐妹之间，当父母对一个孩子特别偏心的时候，另一个孩子可能就是为了取得父母的肯定，可能会产生很强的增进，甚至反叛。有些孩子呢，他从小就就是被偏心的对待，所以呢，他就要在金钱上面啊，有时候他反映在未来长大以后呢，他从金钱上面跟其他的兄弟姐妹来比较，好让父母能够看得起他啊。其实他有非常非常多的变形啊。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第10项的啊，这个第10项呢，就是失去一种能力啊。因为他自卑感非常的强烈，如果没有产生竞争心态，他可能表现出来就是一种怯懦、自我放弃、完全顺服或者是屈从一切的权柄。所以呢，这样的人呢，绝对不会敢做领导者，他宁愿受别人支配。克劳德说呢，他们就会把成人的功能呢交给控制型的人，所以他常常就会被别人掌控，被他的同学、被他的同事、被他的长官掌控啊。甚至在教会呢，他也有一些教会呢，有一些宗教的诈骗呢，他也会去受他们的掌控。所以因为他们变成很盲从，
成为有权柄者操纵的对象。很多宗教的诈骗就是或多或少其实都是，人们把权柄者当成是神，不敢批判和反对，他失去了这方面的能力。第11个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差异。有些没有长大成熟的人，他习惯接受权柄的捆绑，他就没办法接受改变啊，所以呢，他也很难接受差异，因为他相信自己相信的权威，只要有人跟他的权威不同，那就是错了啊。比方讲，在天主教会里面，我们的真理啊，不是每一条都是平等的。事实上，真理是一个阶层的结构啊。最上层呢，最高层次的真理呢，越是普遍的。比方讲，只有一个天主，这个是最普遍的真理，效力也是最大的。越低层次的真理，它只会限定在某一些的范围跟对象。好，这个比方讲，在弥撒当中你不可以吃东西啊，那这个是比较低层次的真理，对不对？因为你面对你要朝拜的天主，你怎么可以在弥撒当中吃东西呢？那问题是，如果一个人他突然血糖低的时候，他快昏倒了，他能不能吃东西？他当然可以吃东西啊。所以，如果你把每一个真理都变成是一样平行的、混在一起的，都不能被侵犯的、不能接受差异的人呢，他就可以把所有的都混在一起，分不出哪一个是比较重要的，或者说这个真理背后的真实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他们总是会问一个问题：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啊，他看到表面上的冲突呢，他分不清楚这个冲突实际上只是表面的，但是实际上内在是没有冲突的。所以他总是会问说：哎，这个这样讲，那个那样讲，到底哪一个才对啊？他失去了这种差异上面的辨别能力。事实上，很多都是可能两个或多个都是正确的，只是在应用范围上面有差异而已。第12个，他不能接受差异呢，他当然就会非黑即白咯，啊，没有中间的地带。所以你看法利赛人，他们呢碰到不同的细节的情况，他们就不断的扩充规条，就是这样的原因。他们没有办法根据诫命的爱德跟生命的原则来运用。相反的呢，他们为每一种情况制定一种死的规定啊，比方讲，安息日你只能走多少步啊，这是很奇怪的规定，对不对？克劳德指出，执着于这样的规定的人呢，非黑即白的人呢，他持守的是徒有智慧之名，而对人的成熟没有任何益处的规条。这样的人呢，只会服从人定的规矩，而废除了天主的诫命啊。那第13个就是论断。论断呢，就是把他人跟自己视为位阶不一样的群体啊。法利赛人就经常论断，他把某些人呢视为是永远的罪人，而不是把自己也视为罪人，好像跟别人共同都归属于天主，在天主前我们都是罪人，他永远不会这样看。所以他就在他的眼中，他是有阶级之分的。因此，论断就是一种分离，看别人比自己低，自己站在审判席上。所以，一个完美主义的人呢，其实也往往会犯论断的毛病，因为他不认为自己需要医生啊。第14个就是会焦虑。我们前面谈的那些需要别人认可啦，需要别人准许啦，害怕被否定啦，惧怕权威啦，被权柄捆绑的这些症状呢，其实都会产生这种焦虑感。克劳德就说呢，焦虑呢是一种讯号，
让人意识到危险。焦虑的人呢，常常会害怕父母会不赞同他，所以呢，他其实需要学习向父母的权威挑战。可能各位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诶，向父母的权威挑战，这个跟华人的文化是不是有违背啊？我们华人一向以为啊，向父母权威挑战就是一种不孝顺，对不对？事实上，我们其实误解了我们自己华人的孝顺的意义哈。其实如果父母做的不对，儿女如果不提出来，反而是一种不孝啊。我用《孝经》的一段话来给大家说哈，在《孝经》里头，《孝经》大家知道这一部著作是先秦时期的著作，当然后代考据比较可能认为是秦汉的时候的作品啊。那但是《孝经》里面呢，第15章见证篇里面就曾记载，曾子说啊，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民，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啊，他就问曾子啊，曾参啊，就问孔子说啊，从前讲的那些慈爱、恭敬、安亲、扬民的这些教训啊，他说我都听从了。敢问敢问老师啊，对于做儿子的一切都听从父亲的命令，这样可以算孝顺吗？子曰：是何言于？是何言于啊？他说：你说的这是什么话？而且连说2次，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啊，意思是非常的不赞同。孔子继续说啊，他说：习者，天子有正臣妻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他说古时候做天子的有正臣妻人，就是有他的大臣，有7个人，天天都会跟他讲他哪里做错了。他说天子虽然几乎啊，常常失去道德，他也不会失掉他的天下。同理，他说诸侯有正臣5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正臣3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做士人的读书人有正友，则身不离于令命。啊，意思是什么呢？啊，他说做官的有正臣，有做读书人的有见证的几位朋友啊，也不会让他失去美好的名声了。再过来，他说做父亲的有正子，父有正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啊，就是说做父亲的，如果有儿女常常见证他，指出他的不对，自然就不会陷于不义了。换句话说，他说啊，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正于父，臣不可以不正于君。故当不义，则正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啊，所以他说，呃，所以遇到了不应当做的事，你做子女的不可以不向父亲婉言见证啊。做部属的，你不可以不向长官直言见证；做臣子的，应当陈明是非利害，明确的劝告。所以呢，作为人的儿子，你不管父亲的命令是否合宜，一味的听从，怎么能够算他是个孝子呢？所以我们在传统的这种儒家的文化的背景当中哈，实际上传承传到后来啊，都变了调啊，以为孩子不可以违逆父母啊，凡事都得听啊，这是不对的。原来在
早期的儒家文化不是这样讲的啊。所以我想这一本书啊，克劳德这样子说啊，我们对于父母的这个权柄呢，不是一味的听从啊，这个是符合真理的。第15个就是冲动跟压抑啊。克劳德说，冲动跟压抑都可能跟权柄有关系啊。有些人痛恨权柄，就会完全抗拒规条，表现出很冲动、随心所欲，不愿意服从，甚至你会发现他总是唱反调啊。另外一方面的人就会完全压抑自己，容易凡事呢都觉得有罪恶感，挣扎自己。他常常你会觉得，哎，这样很尴尬呢。实际上其实都是一种对自己的压抑，对权柄的压抑。他不能够自由的享受生命和他们自己的感觉啊。所以权柄有可能让人产生两种情况，冲动跟压抑。那我们前面谈到第16点，就是谈到优越感。我们前面也谈到自卑感会产生一种增进心态，对不对？所以他外表就会表现出一种优越感，你会感觉他非常的骄傲，他总是要表现出自己无懈可击，甚至有点自恋，他总是喜欢自己在别人之上。事实上呢，这样的人呢，他内里是极度的自卑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生怕有一点点不完美。一旦他面对批评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马上的立即的反应就是极度的否认，甚至推卸给别人，都是别人的错啊。这种优越感呢，表现出来其实是内在极度的自卑。第17点呢，就是有些人没有界限，他总是想要告诉别人怎么做。克劳德说，这就是好做别人的父母啊。他们不能理解或意识到自己对别人的情况呢，实际上知道的有限，也忽略了别人自己该负的责任啊。因此，他总是告诉人该怎么做，甚至要求人按照他所说的去做。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注意，特别在教会生活的当中，一个一个能够接纳人的团体，我们一定要塑造这个团体是一个聆听的团体，而不是一个教导的团体啊。如果在团体的当中，任何人的分享，他面对的其实都是别人教他怎么做，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他其实会慢慢这个团体会变得不敢说真话，因为有些人分享他并不是要你教他，或是也并不是要你解决他的问题，他只是想要有一个出口。所以一个聆听的团体总是一个祈祷的团体，他会按照别人的需要说该说的话而已啊。而且要意识到，我们对那个表达自己的人呢，对他实际上情况知道的很有限，所以我们只需要有一种同理心的一种表达，就是同理他的情况啊，知道他受伤了，知道他现在有一点挫折啊，去接纳他的感受啊。所以呢，呃，一个好做别人父母的人呢，他往往就忽略了培养对方成熟的处事能力。他往往要别人依赖他啊，因为父母常常就想要孩子依赖他啊。事实上，一个牧者啊，有牧者胸怀的人，他一定要了解，他所陪伴的羊啊，实际上是要让羊的生命成熟，而不是要羊依赖牧者啊。所以，我们在基督徒的团体当中，我们应该互相都会成为牧者的可能性。所以不要让对方依赖我们，而是要依赖天主，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那里啊，让人学会
在耶稣基督内成长啊。所以克劳德也指出，你可以察觉这种喜欢做人父母的人呢，他常常会用你应该的口气来说话。你跟他们相处以后呢，你常常会觉得他要说服你，你会有一种感受，觉得他总是要说服你，或让你产生一种不按照他们说的去做呢，就会有一种罪恶感啊。有时候呢，他会说：“哎，我听你的意见。”但是实际上他就是要说服你啊，他只是要你呃这个完全按他的意见去做。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要学习拒绝这种这种权威了哈，要表达别人要直接的告诉他你越界了啊，或是表达自己的界限啊，这是一种给别人学习的机会。另外第18点就是痛恨权威哈，一个痛恨权威的人，往往其实也是在生命当中有伤口的人。这跟前面冲动的症状呢，往往是一起出现的啊。他可能会积极的反抗权威，或者是消极的对抗。消极的对抗就是表面上口头答应你了，但是实际上完全不去做啊，一种阳奉阴违哈。第19个是沮丧。当一个人长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得不到肯定的时候，他会陷入一种沮丧，呃，因为他也没办法肯定自己，所以就会自己批判自己，自我论断。所以他除了会有罪恶感、自卑感之外，也会产生觉得自己是很坏的人的一种态度，他就会陷入沮丧啊。第20个就是会依赖权柄啊，因为就像那个很容易被别人越界啊，会受到那种喜欢做父母的人啊，他就会成为一个喜欢依赖父母的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啊。他不只依赖自己的父母，也对那些喜欢越界的人啊，把他们找来当做自己的父母啊，所以他们就把自己生命的这个嗯执行的能力交给别人，所以他往往缺少自尊和缺乏自信。当他一再受到侵犯的时候，他有时候会物极必反，等到他崩溃的时候呢，他就产生很大的反抗、暴怒、憎恨，甚至有暴力。啊，一对夫妻呢，可能又因为这样离婚啊，因为他用青少年的反叛来对待配偶啊。第21点就是将权柄理想化啊，通常对权柄认同的人呢，知道他们和一般人一样是有弱点的啊，所以认同权柄不代表把权柄理想化。比方讲，我们每一个天主教徒，你都知道你会对主教的权柄认同啊，但是你也同样知道每一个主教有他的弱点啊，你并不会把它完美化。但是如果将权柄理想化的人，他会刻意的美化这个权柄，他会逢迎拍马，不容许任何人说他的缺点或软弱，而且会为他找理由，合理化他一切的错误啊。所以你在我相信各位在教会内，你也会常常看到这样的人。第22点就是有些人不想长大，他拒绝成长，他会把童年理想化，害怕承担责任啊，他一直活在那个小孩子的样子啊，呃，特别是碰到这种权柄的人啊，比他有能力的人，他就表现出来一个好像孩子气的那个样子啊。那在下一个部分，其实这个克劳德就谈到4个方面交织出来的这个扭曲的思想啊。那因为非常的多，我相信各位在389页到这个389页到394页啊，他列了非常多的谎言啊，比方讲别人不认同我了，就是我的不好啊，
我不如别人啊，这些谎言建筑在我们的心灵当中。啊，我的计划绝对不会成功啦，啊，等等的，啊，别人都是最好的啦，我如果不赞同别人呢，别人就会不喜欢我啦，啊，等等的。所以这四个部分，其实我们有时候不见得认出前面的22种症状，但是你可以去详细的看一下这些谎言的叙述，有没有哪一项你觉得，诶，我就是这样，我就是常常有这种观念的。那你从这个观念里去找前面的那22种症状，你就会对应的出来自己哪一方面还没有长大成熟。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如何学习长大成人啊。我们要从别人的权柄当中走出来，这是青少年时期本来要学习的功课。但是很多人呢，因为跳过了这个阶段，所以就无法长大成熟。那现在要去学习做一个成人，就的确是相当困难的，但并不是不可能。克劳德就引用了牟敦的一段话，他说：“除非我有成熟谨慎的良知，我无法做好的选择。良知给我正确的动机、正确的意图及道德的行动。”啊，这里呢，其实意思就是我们要在天主内有正确的良知啊，在天主内活在天主的面前，而不是活在人的面前。人有很多很多的不成熟，所以呢，我们就会面对这些不成熟的人呢，会产生很多权柄上面的阴影。但是我们应该活在天主的面前，常常的，在他面前呢，学习活着活在他的面前，能够省察自己的动机、意图，还有道德的行动。所以最重要的字是成熟因而依照别人的态度做决定。这种不成熟的良知是部分或全部按照别人的决定做决定啊，所以我们不要做婴儿，按照别人的态度做决定啊，要做自己的主人。所以他给了一些技巧，有十几个哈。第一个就是重新评估自己的信仰，我们需要重新认真面对自己的信仰。很多人活在父母的信仰，他信的是父母的天主而不是他自己的啊。所以我们必须查验我心中的天主是怎样的天主，为什么我在天主前没有办法接受他的恩典，还有他的真理？为什么我无法等待自己成长？我有哪些不想把主权交给天主的部分？还有，我是不是怀疑他真的会为这些负责呢？所以我们要仔细的去省察自己的天主是什么样的天主，天主的形象到底是什么。第二个是对权威可以不同意当我们对别人不赞同的时候，我们要对自己诚实。所谓诚实，意思就是不赞同就是不赞同啊。所以我们必须允许自己有这种自由的思考，我可以很诚实的说我不赞同。每个人的意见都是重要的，即使你说出不赞同，面对了对方很大的批评或者不谅解，那也是他的不谅解，所以我们仍然可以坚持我的不赞同。所以我们要肯定这是一个健康的过程，因为你不只让自己得到修正的机会，因为他表达了批评，所以我们可以从他的批评里面去看我的不赞同是不是真的不合理。如果不是，我就是这样觉得你是不对的，那我就可以坚持。坚持以后呢，别人也可以从我的坚持里面获得一种修正的机会，我们也同样帮助他能够修正他的看法啊。也许这个需要时间我们需要容许时间在这个当中去帮助对方去修正啊。第三个用实际的眼光看父母和权威我刚刚前面已经引用了孝经的看法，对不对？
一味的听从父母，并不是孝哦，并不是孝顺啊。我们要明白，天主才是我们真正的父母。我们在基督内的恩典和真理，同样启发我们帮助父母更好。如果把父母理想化，或是完全在父母的权势下，并不是讨天主的喜悦。第四个，要学习自己做决定，不要让别人扮演你父母的角色。所以要避免那些企图夺取你身为神儿女拥有的自由。我们是一个成年人，要为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来负责。第五个是操练不同意别人啊，我们要大胆的说出自己的看法，不同意别人的看法。所以练习这么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应该怎样怎样啊。所以甚至应该坚持自己认为应该的做法，而不要有任何的觉得自己好像不礼貌。有时候我们害怕自己是不是不礼貌。他说，克劳德说，如果这实际上是一种很普通的对话，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不认为这是对的啊，这是一种很普遍的对话。如果我们对这样的对话感觉不礼貌呢，就代表你根本不曾试过，就代表我们需要学习。此外呢，我也建议各位要勇敢的对越界的人说出自己被侵犯，即使对方不高兴，要把它看作你在帮助对方成长，让对方学会尊重你啊。第六个是处理性生活啊。卡尔德说，如果你对性的事情感觉很尴尬，你的父母的形象可能仍然高高在上，你感觉他仍然看着你的一言一行。虽然说你必须教育自己，把性看作很美好的事，不再用禁止的态度来对待，要对自己的身体熟悉、保护、爱惜。第七点是允许自己跟父母平等啊。世上只有真正活在天主面前的人，能够知道自己是与父母平等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要强迫，并不是要好像在把儿女的身份给否定掉，而是要真正活在天主的面前。这样子，我们就知道，如何也帮父母活在天主的面前。所以，我们要真正做到允许自己跟父母平等，首先必须认识这个真理：我们都活在天主的面前啊。第八个就是对才能的认知和追求啊，学习认识自己的才能和恩赐，知道哪些是天主给我的，然后你要去发展这些恩赐。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恩赐，你就要去求问天主，让他显明给你。更重要的是，我们许多人已经从天主获得了一种原来这是我的恩赐，但是呢，久而久之呢，他又忘了。所以很重要的是，一旦得到了你的恩赐是什么，或者是天主肯定你的部分，你就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之后呢，时常拿出来默想，加深这个自我意识。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自我肯定，我们才能够学习活在天主的面前。否则的话，我们碰到一个新的情况，或者是碰到自己的沮丧的时候呢，就会再一次的堕入呃这种不明白、没办法发挥自己恩赐的时刻。然后知道自己的恩赐以后呢，就要操练和使用恩赐啊。小德兰就说：“我的恩赐就是爱啊。”所以呢，他就活在天主的爱里面，所以他为爱而祈祷，他为每一个需要祈祷，所以他什么也没做。如果要比别人会做的，他没有一样做得过别人，但是他知道他
可以做爱。而且呢，他说爱是最大的恩赐啊，因为他从圣经里面得到这一个，保罗自己说爱是最大的恩赐啊，所以他说我要最大的啊，所以各位要了解什么是神婴小道，神婴小道不是他自己是婴孩哦，你如果是把自己看作是婴孩，那就错了。他说是神婴，神婴小道是那一个神婴，那一位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位耶稣基督的小道，那个小道就是凡是天父给的，他都要啊，所以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胸怀啊，所以一种说法说我的灵魂那么小啊，实际上是一种对他，有时候我们会用这句话来误解了小德兰的灵修。小德兰的灵修是我要天主的全部啊，就是爱。所以，呃，我们要操练自己的恩赐，认识了自己的恩赐呢，不要把它埋藏在地里。恩赐是越用越专精，不要害怕失败，失败了再做一次，而且是享受发挥恩赐的过程，为每一次的进展喝彩啊。克劳德就说，学习重视过程要超过成果啊，把过程内化成自己的一部分，也把成果跟自己过去做比较，不是跟别人比较。但是如果我们只看成果，我们很容易陷入比较心态，看别人总是做的比自己好，就没办法享受自己的恩赐。第10个要体认到，而且要重视、珍视自己是个成人，你拥有权柄，你不需要寻求人允准你，你自己就有自由可以决定什么是有价值的，可以决定自己的信仰，找寻属于自己的天主，而不是父母给的。我的意思并不是叫你去找别的天主，我们天主只有一个。我的意思是要让自己单独的活在天主的面前，求天主自己将自己显明给你，显明他是怎样的一位天主，跟他建立个人的关系，让他做你的天主。第11个是让自己有纪律，长大的成熟的人一定会管理自己，绝对不会缺少纪律，所以我们需要守承诺啊，从小事开始，在小事上忠信，才能够在大事上忠信。第12个特别重要，我们很多人害怕魔鬼，事实上，耶稣派遣12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就给他们制服一切魔鬼的权柄。如果从希腊文来看，耶稣赐给他们的是在魔鬼之上的权柄，意思是他们已经在魔鬼之上，魔鬼看到他们就像看到耶稣一样，必然站立不住。所以我们要认清自己所到之处，魔鬼是在自己的权柄之下，我们随时可以依赖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捆绑魔鬼一切的行动。第13个是能够自由的顺服别人，这个顺服是自由的，怎样有自由呢？是在爱中才有自由。我们顺服别人并不是因为他的权威，而是知道你能够辨识出他的权威是不是来自于天主，还有自己为什么顺服。如果我们认清楚自己顺服的权威是为了顺服天主，那才是真正的自由，否则我们就像奴隶一样是屈从，而不是顺服。第14个就是行善，因为天主是至善的，所以他创造我们，也要我们运用恩赐去行善。
我们要借由工作来实现美善，善用自己的恩赐来服侍人、服侍天主，来实现自己是一个成人的角色。第15个就是不要向法利赛人论断，我们要避免完美主义啊，接受差异。接受差异很重要一点，要接受脆弱。我们很多人不能接受脆弱，一个不能接受脆弱的人是一个没有怜悯的人，因为你无法去感受脆弱，因为你根本不接受脆弱。所以我们要避免成为一位验票员啊，很多人是做验票员啊，常常去检验别人，所以也要避免去判断自己，查验自己是不是仍然企图要去赚得别人的赞美。第16项就是接受还有欣赏自己不了解啊，有时候天主的旨意是难以测度的，不要想要掌控天主啊。有时候我们想要借由理解圣经来掌控天主啊，想要天主按照圣经上面所说的去实现，事实上并不是天主的真理失败了，而是天主的真理被你认为只能这样懂啊。事实上，天主是完全自由的啊，他从来不会因为我们懂多少真理或做多么了不起的事，他才喜悦我们。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们。所以我们要承认自己在天主面前是一个无知，是个罪人。第17个，最后一个就是欣赏和爱不同的人。我们只要能够欣赏差异，就会开始发现别人的优点，而且会带着欣赏跟别人相处，还有共事啊。因为差异呢，其实就代表我们彼此需要。那天主往往是借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差异来彰显他自己的美善，因为我们都能够从别人的差异看见别人有美好的那一面，别人美好的那一面来自于天主的美善。所以，一个迈向真正的成熟啊，成长是从恐惧跟权威的捆绑当中走出来。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真理当中，得到爱人跟被爱的真正的自由啊。好，那这个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啊。那我现在把时间交给大家啊，我们可以有一点点分享啊。好，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因为我刚刚看到好像相机没打开。哎，宜昌，请说。老师你好，我听完这些课程啊，然后还有之前跟自己看那一本书，还是有一点感受，还是差蛮多的。就是我觉得这一系列这样听下来，好像几乎都是在讲我跟我爸的那个相同的，就是我们两个之间连级的所有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呢、该怎么讲？因为像我爸爸，他是一直到从小到70几岁都没有办法去认识到自己有这些呃我们所谓的没有长大或不成熟啊，甚至他其实从以前就批评我们，就是他身边所有最亲近的人都很不成熟，这一个不成熟的人批评其他的人都不成熟，那的确就是像老师您刚刚所讲到的，就是他是想要借此展现自己的这个优越性，那实际上他在外面呢、在公司在其他人面前。他是非常沉默的。那
唯有在最亲近的人，就是我们这些看起来比较没有抵抗力的人面前，他才有办法去展现的他这些威能。那正因为他没有好好被爱，所以他也对我们最亲近的人也是这个样子，而且他把自己给锁起来。那这个是比较可惜的地方了哈。那我自己的话，我自己有个感觉是，我察觉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已经其实大概接近大概30岁左右了。那一直到现在啊，其实从不知道到知道，就算知道我有这些问题，但是依旧很多东西像诅咒一样，好像都没有办法去实际的去给它破解，或者是实际的理解。即使到灵洗之后，那这个就有时候真的蛮痛苦的了，要在一些实际的场域操练，而且那个场景只会越来越困难，就从有亲人到没有亲人，然后到就职场上嘛，职场上的人不会跟你讲情面的，像我的职业里面常常就是也会有那种就是他答案不会只有对跟错，或者是只有一种，那但是问题是你的长官、你的同事有时候会跟你讲说，啊，有些东西是对的，是错的，那或者是也有那种都不跟你讲死的，那好像有讲跟没有讲一样。那这时候这就是我非常头大的地方，就是好像嗯，那个决策权到底在哪里，我就很难去掌控。因为我自己如果我发表我自己的高见，好像显得太高傲啊。可是那个如果越界的话，又好像在那个社会上、职场上，就是那个所谓的潜规则，那个我好像去做到那个不是我这个层级该做的事情，所以这个部分是在实际比较麻烦的地方啊。那这是边操练的部分。那另外补充一点，有一个我自己都很犹豫要该不该分享，那我就分享一点点那个刚刚关于性的那个部分啊。那个因为那个一分享的话，如果分享的不好了，大家听的可能每个人听的方式理解都不太一样，就很容易会产生误会了。那我是觉得说，关于性的这个部分，这东西蛮复杂的，跟过去原生家庭所缺乏的东西，这个都会映照在，我觉得都多多少少都会映照在这上面。那我自己的没有自信，然后加上说小时候可能，家里的人对教育这一部分，就是其实他们不是很懂嘛。那我小时候可能就自己太用功了，那不止在课业上面呢，我还在其他地方接触了太多不该是属于我这个年龄该接触的资讯。那我在30岁之前，我不觉得说这个东西会有什么影响哈，比方说一些小孩子去看那些限制级的东西啊，太过于暴力或者是血腥啊，或者是色情的东西，这个好像看起来看似没有什么无伤大雅，那甚至到对成年也是这样。可是我从开始上天主教的慕道班之后，其实呃，福传师也有跟我们提醒，就是说有些东西那个会带离你远离天主的东西，尽量能够少接触就少接触。那个时候我其实没有太大的感触哦，就是觉得说啊接触就接触，反正我理性上我很清楚说我不会被带走，那就可是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呃好像理性上面可以控制，那但是实际上我被那个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就是像当我悲伤、我孤单、我不安、我脆弱的时候，这些影响就出现了，就会
让我感到非常的难受。这个难受不是在所谓的只有单纯的欲望方面而已，在道德上面我也会自责，就会变成说我没有办法像某些人，就是好像在性方面把它当作是性跟感情方面是做一个很清楚的区隔。对我而言，我觉得人对一个人来讲，我看一个人，他人始终是人，不管他今天从事是什么行业，或者是他的道德是怎么样，他终究是人。所以，当我有一些对他有一些不好的看法的时候，我自己会自己谴责自己，这是让我蛮痛苦的地方了。但是同时，我觉得这个也是天主所给赐予的一个恩典。那我这方面的话也处于在学习的阶段了，就是慢慢的我去尽量不去接触那些意图去扭曲价值观而偏离艺术啊或者是真理正道的那些资讯，包含现在的新闻，尤其特别可怕，连新闻媒体都是限制级的了。对对。那对，这个是我目前所想到，因为这个经验，这些以上的这些经验太多了。这个如果有想到的话，再分享，有机会再分享给大家。谢谢，谢谢。好，谢谢一章哈，非常坦诚的分享自己的内在的一些碰到的一些问题跟冲突，的确就是嗯。从这本书的当中可以体会到自己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哈，特别在那个权柄之下啊，那也会发现我是从你的口中当中你自己也发现这个父亲的脆弱性他的脆弱性如何影响到你自己跟其他家族的人啊？事实上，这种发现其实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的开始啊，因为你从这里你可以领受天主给的恩宠，可以发现恩宠，自己活在天主的恩典当中，也活在真理的当中，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些不对啊，然后你可以开始有一种拒绝的力量。也虽然就像你说的，过程当中是辛苦的啊，但是每一次成长，你都会带来一种内心的喜悦，我相信你也会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你也提到，就是对于一些关于性方面的一些资讯呢，你可以有一种能力不去知道不要去接触它。那事实上，我们天主教徒还有另外一项恩宠，就是借着和好圣事去除掉我们自己内在的恐惧跟罪恶感。那完全的知道天父释放了我们完全知道我们被接纳那这样子的也才能够真正从这种捆绑当中走出来谢谢你的分享。好，还有没有其他人分享呢？请说，碧慧姐，请说。我觉得听完这一堂课，尤其是今天呢，我真的一直在看我自己的成长的路。刚刚这位赖弟兄讲他的父亲，其实我知道，在我的家庭里面，是因为我是早产儿，所以生下来身体就不好，那我妈妈就是常常把我拿给别人比，甚至于觉得我念书不如我的其他的5个兄弟姐妹哈，所以今天在听这个课，我也在想，其实早年的那个在家庭里面不被妈妈接受跟肯定哈，那个也是后来为什么我会我那时候一开始讲，我会走到那个完美主义，那但是真的很感谢在教会里面
我也走出来了。那我觉得，整个这个课程，尤其今天讲的，是很高兴的。我有一些走出来，那我知道我还需要继续的。其实成长是一辈子的事，我会继续走，继续走得更深更稳。然后也是那个心灵的自由，能够跟自己讲出来。我自己好几次最近的经验，我就能够很自由的表达，我并不认同这种做法，或者是我不会这样做。这个有的时候，在一个那种既定模式的信仰团体里面，还需要那么一点勇气呢。就是我讲的既定模式的，就是你知道有些信友团体，他们觉得我们过去就是这样做啊，那种好像不容许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对，那我知道我可以讲出我的不同的看法。那我自己也觉得成长的路是一直不断的走，一直走到最后。对，我今天那个笔记写很多，其实也是帮忙自己，真的，其实是我不会用这个去判断别人，而是帮忙自己成长。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是帮忙我自己成长。对，好，谢谢跟大家分享。谢谢贝薇姐的分享哈，我们一起努力啊，我们都有不成熟的地方。好，那还有人要分享吗？如果没有，我们要结束了哦。好，那我把时间交给荣凯。好，谢谢梁晨，谢谢大家的分享哈。有时候常常想说，好像做个快乐的小朋友也是蛮愉快的。好，长大成人要面对很多的事情。好，看我们没有长大，很多的症状看起来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成分居多哈，都需要学习啊。不过我想在教会里面慢慢有天主的引导啊，让我们从这引导当中，我们可能可以慢慢的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天主的子女啊，在他的爱中啊，因为耶稣说他是真理、道路跟生命啊，如果我们跟他结合在一起啊，那我想慢慢的我们就可以从一个小孩子变成一个大人啊，可是耶稣还是喜欢小孩子的。好，所以其实蛮困难的啊。那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书本的引导，大家的分享啊，那我想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那在最后呢，我想，今年是圣十字若望丰盛的双百年，也就是他丰盛300年，以及封为教会的圣使100年。在最后，我想借用他的全员的这一首音乐的诗作我们一起来默观。那这首诗它不仅是文学的杰作更是一个信仰的宣告它告诉我们，当生命进入了黑暗也就是失落、痛苦跟枯竭的时候，并非恩宠的消失，而是恩宠转化成了隐秘的泉源。我们不需要看见水流，只要知道那个源头依然在黑夜中流动。
那道泉源，它永流不息，暂然是在黑夜。那道永恒的泉源隐而不显，但我深知它栖息之处，纵然是在黑夜。我不知其源头，因它本无实，但我只闻愿借由它而来。纵然是在黑夜，我知世间无比它更美，天地万物皆因于此。纵然是在黑夜，我知它深不可测，脚跟无法折抵，无人能涉水而过。纵然是在黑夜，它的光怀永不黯淡，我知一切光芒皆由此发出。纵然是在黑夜，它的汇流是如此丰沛，灌溉着地覆高天与万民。纵然是在黑夜，那有着泉源所生的流，大能有力。纵然是在黑夜，有着两位所发出的流，并不晚于他们。纵然是在黑夜，在此它正召唤所有的受造物，在那幽暗中，他们的因此水而饱香。这道我所渴求的活泉，在生命之亮中，我看见了它。纵然是在黑夜，因为是在黑夜。好，我们谢谢大家，我们期待下一本书在线上再度聚会。好，谢谢大家。谢谢梁总，谢谢荣凯，谢谢大家的参与。大家晚安。谢谢大家的分享，谢谢唐老师。好，谢谢，晚安。晚安。